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上期呢，我们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B股合一。当比特币和以太坊第一次出现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整个市场的运作逻辑也被彻底的改写了。过去的散户的短线的投资，现在正在被机构的长期配置所取代。今天呢，我们就要深入解析一个最近的更疯狂的案例。一家原本只是比特币挖矿的小公司，在2个月前还几乎无人知晓，但短短的40天以内，它的以太坊的持仓就突破了120万枚，市值飙升至54.8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以太坊企业金库。在股价方面，40天内上涨了1100%。更夸张的是，由于持续的融资增发，不断的加仓，公司市值在1个月以内增长了近200%，3个月内更是暴涨了600%。这场战略大转弯也吸引了华尔街顶级资本的入场，包括 PayPal 前 CEO Peter Thiel 和方舟投资的创始人 Casey Wood，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木头姐。而这一切背后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精密执行的战略——以太坊财库 DAT 模式。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贝特曼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股价的暴涨到底来自哪里？普通人到底应该直接买以太坊，还是投资 DAT 的股票？我们先来看一看贝特曼的操作时间表。6月30号宣布启动以太坊的财库战略，同时进行2.5亿美元的私人配售。7月9日配售完成，7月14日宣布已持有超5亿美元的以太坊。7月24号金库突破20亿美元，到了8月4日持仓超过83.3万枚的以太坊，价值29亿美元。8月11号持仓升至115万枚，市值近50亿元。8月14号累计达到120万枚以太坊，市值54.8亿，成为全球第一。从0到120万枚的以太坊只用了40天，这样的累积速度在资本市场几乎前所未有。更值得注意的是，贝特曼战略启动的第1个月，每股所含的以太坊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 MicroStrategy 当年6个月的累计成果。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张非常关键的对比图，这个是贝特曼 BMNR 和 MicroStrategy MSTR 在开启数字资产财库战略之后持仓增长的曲线图。左边的蓝线是贝特曼从0开始，仅30天，它的金库价值就从2.65亿美元飙升到了26.8亿美元，等于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把以太坊储备扩大了10倍。右边的呈现呢是 MicroStrategy 的比特币的持仓曲线，虽然它最终也达到了27.4亿美元，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用了大约180天，也就是半年。换句话说，贝特曼在1个月里面走完了 MicroStrategy 半年所走的路。这样的速度和执行力，不少机构直接把它称为资本市场的教科书级的案例。更重要的是，这背后不只是买币这么简单，贝特曼玩的是一整套的资金运作的连环计。股价涨得比金库值更高，他就趁机发行新股，拿到更多的钱去买以太坊，这个叫做用市场的钱放大筹码。第二是买到的 ETH 更多，每股背后的价值也就被撑得更高，股价再跟着上涨，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 BMNR 的爆发式的增长本质上是资本运作加上以太坊的潜力共同叠加的结果。但要真正理解这背后的秘密，我们必须得先搞清楚什么是 DAT。 DAT 的全称是 Digital Assets Treasury， 中文叫做数字资产财库。简单来说，它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战略模式，公司不再靠卖产品或提供服务来体现它的价值，而是直接把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资产放进资产负债表，作为企业金库。我们先对比一下传统的模式。在传统的公司里面，投资人最看重的是一年这家公司能赚多少钱，这个叫做市盈率 PE Price to Earnings Ratio， 也就是股价除以公司年度的盈利。比如说一家机器人的公司一年能够赚1个亿，总市值是10个亿，
那它的 PE 就是10倍。买这家公司的股票本质上是在压住它未来的盈利能力，这家公司未来能不能持续的赚钱。但 DAT 公司完全不同，它的估值标准是 NAV Net Asset Value 净资产价值，也就是金库里到底有多少的加密货币。所以买 DAT 的股票其实就是在买一部分金库里的以太坊。换句话说，传统的公司靠赚钱来定价， DAT 公司靠持币量来定价。所以当你买一只 DAT 的股票，买到的不是它的工厂、流水线或者是服务，而是一个由专业团队管理的加密货币组合。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自己去买以太坊，而需要通过买 DAT 的股票来间接的持有加密货币？关键的在于收益结构不同。你自己持有 ETH， 收益只来自于以太坊的涨跌，但买 DAT 的股票，你获得的是双重的收益。第一层，以太坊涨价带来的自然回报；第二层，管理层通过融资、溢价发行、质押复投等操作，不断的提升美股背后的以太坊的数量。这个区别就像你把钱放银行，利息固定，相对于交给一个懂运作的基金经理，让钱不断的滚雪球。所以说 DAT 股票的优势不只是持币，而是一个能主动创造超额收益的放大版钱包，而且它是合规的。那么贝特曼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他又是怎么把这个玩法推进到极致的？原因就在于 DAT 改变了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传统的公司里面，价值来自经营现金流，但在 DAT 公司里面，价值来自数字资产的增值。而贝特曼这次的操作用数据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威力。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表，从6月30日到8月10号，短短的40天，以太坊的持仓量从 10.7 万暴增到115万枚，增长 972%。美股对应的 ETH 的数量从1614提升到了6998，上涨 334%。这是 DAT 模式里边最关键的一环，通过溢价融资不断的买入以太坊，提高美股的含量。同时 ETH 自身的价格从2488美元涨到了4254美元，涨幅超过了 71%。 另外呢，市场对它的溢价倍数 MNAV 也从 1.1 倍数拉升到了 1.7 倍，上涨 63%。 这3项叠加在一块，直接推动了贝特曼的股价从 4.27 美元直接飙升到了 51.43 美元，总涨幅达到了 1100%。 所以你会发现 DAT 模式的精髓在于，它不是被动的等以太坊涨，而是主动的通过资本运作加上市场信息，把涨幅放大成了一个金融杠杆。这正是为什么机构的投资者更愿意买 DAT 的股票，他们买到的不只是以太坊，而是一套能持续创造超额收益的金融机器。那具体来说，贝特曼 BMN2 这波股价的暴涨，3股力量分别贡献了多少呢？这张图给出了答案。第一层黄色部分，美股以太坊的增长占比约 60%， 这部分最大来源于贝特曼不断溢价融资，持续买入以太坊，让每一股背后的以太坊的数量快速的上升。这不是市场行情带来的，这是公司管理层主动创造的价值。第二层中间的部分，以太坊的价格上涨占比约 20%。 在这段的时间里，以太坊从2500美元涨到了4300美元，自然带动了股价的一部分上涨。第三层最上面 MNAV 溢价扩张也占约 20%。 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愿意为同样的净资产价值 NAV 支付更高的价格。 BMN2 的 MNAV 从 1.1 倍提升至了 1.7 倍，反映出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层的信心的增强，也更愿意买入他们的股票。把这3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 BMN2 从4美元一路飙升到51美元的完整逻辑。所以这张图的核心信息是， BMN2 的上涨不是以太坊单方面的功劳，真正的大头来自主动操作创造的超额收益。这正是购买 DAT 股票与你直接拿以太坊的
最大的区别。刚才呢，我们拆解了 BMN2 股价上涨的3个来源，但要真正的理解 DAT 的价值，关键在于要分清楚什么是被动的收益，什么是主动的收益。第一种情况，你直接购买以太坊拿到的是被动的收益，以太坊涨你赚，以太坊跌你亏，涨跌全靠市场，没人能帮你改写结果。第二种情况，你买的是 DAT 的股票，你拿的是主动再加上被动双重的收益。被动呢，以太坊的涨价的自然回报；主动呢，管理层通过融资、溢价发行、质押复投，不断的把美股背后的 ETH 数量做大。也就是说 ，DAT 不只是让你持币，而是通过专业的运作帮你放大收益。这也是为什么机构愿意为 BMN2 股票支付溢价，他们买的不是裸的以太坊，而是以太坊加上一整套主动增值机制。打个比方，你直接持有以太坊，就像自己开车，开的快慢你得看路况；而买 DAT 的股票，就像坐上了一个高铁，市场行情更是轨道，背后呢还有加速的引擎在不断的推动你前进。那么问题是，贝特曼原本是做比特币挖矿的，为什么现在反而重仓以太坊？理由有3。第一呢是网络效应，以太坊已经成为整个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无论是 DeFi、NFT 还是 Layer 2的扩容，几乎所有的链上的应用结算层用的都是以太坊。对机构来说，要上链首选就是以太坊。第二是收益的多样化，以太坊使用的是 POS 机制权益证明，不同于比特币的 POW 工作量证明。这意味着只要你质押以太坊，就能获得4%到6%的年化收益，而且这些收益可以复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以太坊不是静态的数字黄金，它更像是一台能产生现金流的数字资产工厂，也难怪市场会把以太坊比作数字石油。第3是机构的需求，美国呢虽然已经批准了以太坊的现货 ETF， 但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够直接购买，很多的养老基金、保险，甚至一些传统的基金，内部的合规条款限制他们不能配置 ETF 或者是加密现货。而 DAT 的股票本质上是普通上市公司的股票，这就成了一个合法合规的以太坊的投资通道。这也是为什么 BMN2 的股票会被机构抢购。总结一下，从底层的技术到收益的结构，再到合规的需求，以太坊对贝特曼来说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接下来呢，问题就变成了贝特曼怎么把以太坊玩到了极致。它背后用的是一整套的资本武器库。贝特曼的核心商业模式就是尽可能的提升美股背后的以太坊的含量，为此他打造了4大资本武器。第一是溢价发行，当股价高于净资产价值 NAV 的时候，他就趁机发行新的股票，用市场的钱去买更多的以太坊，这样不仅能够扩大持仓，还可以摊薄成本，提升美股的价值。第二是衍生品的创新，贝特曼会发行可转债结构化的产品，利用股票和以太坊的双重波动来融资。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筹到资金，又不用过度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第三是质押收益复投，以太坊是 POS 机制，可以质押赚取年化收益。贝特曼把这些收益再次买回以太坊，实现收益滚动的复投，让金库越滚越大，像雪球一样增长。第四是并购整合，如果市场上有其他的 DAT 公司股价低于他们的净资产价值，贝特曼甚至会直接出手收购，把别人的金库直接并购进来，放大自身的储备。这4招组合拳让贝特曼在牛市的时候放大利润，在熊市的时候也能保持一定的韧性和抗压性。当然，贝特曼的以太坊的财库战略看起来很完美，但任何模式都不是没有风险的。第一呢，市场的风险。一旦以太坊进入了熊市，就算美股以太坊的数量在增长，也可能抵不过币价下跌带来的冲击。换句话说，
DAT 股票依然摆脱不了加密市场的周期性。第二个风险是资本风险，溢价发行、发债融资，本质上是用未来的钱下注当下的增长。但如果股价跌破 NAV，Bitmain 就失去了最关键的武器。当市场不再愿意支付溢价，扩张节奏就会被迫踩下刹车。第三是监管风险，尽管美国已经批准了 ETH 的现货 ETF， 这意味着机构现在可以通过 ETF 合规的配置 ETH， 而不一定非得需要通过 DAT 股票这种形式。随着 ETF 的流动性提升，费用降低， DAT 的合规替代品的优势可能会逐渐的减弱。一些机构未来可能会更倾向于直接配置 ETF， 而不是投资像 BMN2 这样的公司。不过换一个角度去看， Bitmain 这套模式也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想象力。他们的董事会主席 Tom Lee 曾公开表示过，公司的长期目标是要收购全网 5% 的以太坊流通量。这个目标被称为 5% 的炼金术。如果真的实现， Bitmain 就不仅是一家上市公司，更可能成为以太坊生态的超级节点，甚至成为连接华尔街与加密世界的桥头堡。所以这到底是一次可持续的金融创新，还是一场盛大的资本狂欢？这个就留给大家去思考。总结一下， Bitmain 的以太坊的财库战略在短短的40天以内展示了 DAT 模式的放大效应。这不是简单的囤币，而是一整套资本杠杆加上军库运作加上市场信心循环的组合拳。它不仅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以太坊的企业金库，也成了资本市场上最受关注的新物种之一。但问题依然存在，这到底是可持续的金融创新，还是一场资本狂欢？未来如果以太坊进入熊市， Bitmain 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个势头？这值得我们继续的观察。那么你怎么看？你觉得 DAT 会成为企业资产管理的新的常态，还是只是一次短暂的投机风口？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和我们一起参与更深入的讨论。好的，我们下期再见，谢谢。